上一讲我们讨论到什么是大乘佛法的修行。佛陀告诉我们的第一个重要的道理就是我。说凡夫与智者之间的区别，首先就在于我们凡夫心中执着着常一不变的独立存在的我。因此佛陀告诉我们的修行的法门，它的首要目的就是对治我们凡夫心中的这个我，就是要打破我们凡夫心中的这个我执。因此什么是修行？修行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时每刻，只要我们当下的我们的这个行为，它能够淡化，能够消融我们心中对这我的执着，那么这就算作是佛教的修行。如果你当下的这个行为不能淡化消融我们心中对我的执着，甚至强化了心中对我的执着，虽然你的这个行为本身也许在别人看来似乎像是一种修行，但严格意义上讲都不是佛教的修行，至多只是方便性，不是究竟性。那大乘佛法修行的具体的法门是什么呢？其实佛陀在经中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大乘佛法修行的核心就是六度、六波罗蜜。而这六波罗蜜排到第一位的就是布施。其实佛陀首先就是用布施来对治我们心中的我，因为我们一个人之所以不愿意布施，就是因为心中有我，要通过布施一步步地消融我们心中的我。因此我们会看到在现实生活当中，往往一个愿意布施的人总比那些不愿意布施的人似乎心中的我会淡薄些。但是大家注意，我的这句话的表达的语气是很弱的，我说的是往往有些愿意布施的人总比那些不愿意布施的人似乎心中的我淡薄些，我没有说一定。为什么？因为我们看我们社会生活当中有没有人有这样的行为表现，他捐了一笔钱，但是他逢人便说，昨天我捐了一笔钱去盖了希望小学，我捐了一笔钱给贫困的人买了很多衣服，你看我得了奖状，我得了奖章。他要把自己获得的奖状都挂起来，然后站在前面还要照张相，把这个相片发到网上去，唯恐天下有一个人不知道他做了这样的好事。各位，这样的情形有没有？多不多？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这种情形很多。那么以这样的精神状态做了布施，算不算布施？当然得算布施，但这种布施不是佛教所倡导的布施。这种布施佛教把它称为世间法的布施，也叫做有漏的布施，就是漏斗的漏，有漏的布施。为什么？因为他以这样的精神状态去行布施的时候，淡化了心中的我了吗？没有，甚至还强化了心中的我。因此这种布施它不能淡化心中的我，这种布施就不能够引领着我们走向解脱。而这种布施所获得的果报至多就是让行布施的人在未来的生生死死的轮回的过程当中得个善报。因此这种布施佛教叫世间法的布施，它虽然是布施，但不是佛教，特别不是大乘佛教所倡导的布施。那什么是大乘佛法所倡导的布施呢？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前几节课所讨论的二谛。大家注意，佛陀的教理，他的每一段的教理的理论本身都不只是理论，重要的在于指导修行。各位，二谛是指导修行的，二谛是要落实到修行当中的。我们讨论了
两重二谛。大家还记得第二重二谛，世俗谛是原生，圣义谛是性空。那什么是大乘佛法所倡导的布施呢？就是在你布施那一当口，你的心是什么状态？首先在圣义谛上要观，这个能布施的人在圣义谛上有常一不变的独立存在性吗？没有，我空。那被布施的人在圣义谛上要观，他有常一不变的独立存在性吗？没有，性空，无自性，我。那布施的这件事儿，布施的这个物品本身，在圣义谛上我们要观，它有常一不变的独立存在性吗？没有，我空。因此大乘佛法所倡导的布施，就是在布施那一当口，要在圣义谛上观，能布施的是空，被布施的是空，布施的过程，布施的物品本身依然还是空。要在这三样东西都是空上行布施，布施了就布施了嘛，心中没丝毫一丁点的执着。这是大乘佛法所倡导的布施。大家注意，刚才我反复强调三样东西：能布施者、被布施者和布施的过程和物品。这三样东西就是能、所和过程。在佛教里边，把这三样东西给了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做三轮。轮就是车轮的轮。那什么是大乘佛法所倡导的布施呢？就是在布施那一当口，要观这三轮的本体是空，在空上行布施，布施了就布施了，不能够有能布施所布施之想。佛教管这个叫三轮体空的布施，这样的布施叫出世间法的布施，也叫无漏的布施。为什么叫出世间法的布施呢？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的布施，这个布施的行为才能够淡化我们心中对那我的执着。这种布施形象的讲，就是布施了还得当没布施。这个表达就是从《金刚经》当中的一个语言当中我把它引申出来的。布施了还得当没布施，不能有能布施被布施所想，这是大乘佛法所倡导的布施。那有人想，佛教所倡导的布施是布施了还得当没布施，那我压根儿就不布施不就完了吗？可以吗？不可以。大家不要忘了二谛。佛陀为什么给我们凡夫说法用了一个二谛的模式？刚才我们讲布施了还得当没布施，也就是在布施那一当口，我们要观能布施的、被布施的跟布施的过程是空，在空上行布施。因此布施了还得当没布施，这是圣义谛性空的要求。但是大家注意，在凡夫境界上，此时此刻世俗谛不能丢，世俗谛的原生性不能丢。什么叫世俗谛的原生性不能丢呢？就是在布施那一当口，在世俗谛上，大家想一想，有没有能布施的？其实是有，但是这个能布施者不是常一不变的，而是一个相似相续的有。在世俗谛上有没有一个被布施者？有的，但在世俗谛上讲，它是一个相似相续的有，不是常一不变的有。一个大乘佛法修行的人，首先在世俗谛上，当他见到一个生活遇到困难的人，那么他一定会在心中升起一股悲心。在悲心的驱使下，世俗谛的要求是他必须得去布施，必须得去帮助那个生命遇到困难的人。
为什么？大家注意，大乘佛法修行的根本是智慧，没有问题。佛陀认为我们这些凡夫之所以轮回于生死不能解脱，就在于无明糊涂。因此佛陀给出的引领着我们去向涅槃的解决方案，根本就是打破无明见真实。所以佛法的根本的修行是智慧，这一点没有问题。因此在大乘佛法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 bodhi。 这个词我们翻译成汉语，音译为菩提，意译为觉，觉就是觉悟的觉， bodhi 就是觉。大乘佛法修行的根本是智慧，因此大乘佛法的修行的过程就是从糊涂的凡夫走向智者的境界。因此大乘佛法修行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的觉的过程，就是一个这个觉的心不断的升起与修为的过程。这个觉的心在大乘佛法里就叫菩提心。大乘佛法的修行的根本就是菩提心。菩提心的法义很深，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上去解读菩提心。那么从我们目前所讨论的这样一个教理的层次上，我们今天可以把菩提心分成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首先在世俗地上，当一个修行大乘佛法的人看到有众生生活遇到困苦的时候，世俗地要求我们必须得布施，因为只有在你这个切实的布施的行为底下，才会增长你的福德。大乘佛法修行的根本是智慧，但是佛教里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就是把智慧比喻成一条鱼，而这条鱼如果要不死，养育它的是水，鱼不能离开水。而大乘佛法认为，什么是养育智慧的鱼的水呢？这个水就是福德。也就是一个修行大乘佛法的人，每当见到众生有苦难的时候，世俗地要求他在他内在的悲心的驱使下，他必须有个切实的布施的行为，因为只有在这个切实的布施的行为底下才能增长福德，而这个福德是养育智慧的鱼的水。没有这个福德的水，智慧的鱼会干枯死的，这是世俗地的要求。那么在圣义地上，性空无我，作为一个大乘佛法修行的人，每当他在这个切实的修行的行为发生的那一当口，他在圣义地上要观，哇，能布施的是空，被布施的是空，布施的过程依然还是空，在空上行布施，因此布施了还得当没布施。大家注意，大乘佛法所倡导的布施是在圣义地上，在空上行布施的时候，布施了还得当没布施，但能不能因此不布施？不可以。世俗地要求我们必须得布施，因为只有在这个切实的布施的行为底下，我们增长着福德，而这个福德是养育智慧鱼的水。因此大家注意，世俗地的要求就是每当一个修行大乘佛法的人凡见众生有苦难的时候，要不要帮？必须得帮。这个必须得帮的心就叫做世俗地菩提心。但一个修行大乘佛法的人在出手帮助一个苦难众生的时候，他在圣义地上一定要观能帮的是空，被帮的是空，帮的过程依然还是空，因此在空上帮，他帮了还得当没帮，这个帮了还得当没帮的心就叫做圣义地菩提心。
那么帮了还得当没帮，能不能因此不帮？不可以，世俗谛上要求我们必须得帮，这叫世俗谛菩提心。因此大乘佛法修行对于我们凡夫来讲，就是世俗谛菩提心与圣义谛菩提心的不二。就是一个修行大乘佛法的人，凡见众生有苦难，他必须升起被帮的心，这个心是悲心的趋势，帮的过程增长福德。在圣义谛上，在空上帮了还得当没帮，增长着智慧。因此佛陀给我们指引的修行的法门，就是悲智双运，福慧双修。悲和福是世俗谛的要求，世俗谛菩提心；智慧是圣义谛菩提心的要求。哇，有人说这种境界太高了，我做得到吗？佛陀说你做得到。为什么？大家不要忘了前面我们讨论过，佛陀说我们这些凡夫其实具有两面性，一面我们无明所障，我们见不到世界的真实，因此我们造业，我们轮回。但是佛陀说我们是有可能走向解脱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无明所障的凡夫，其实普遍的我们心中又具有着可以打破无明去亲证真实的那个能力，那个能力凡夫又是普遍具备的，这个能力就是般若。因此我们能不能做到在世俗谛上凡见众生有苦难，我们升起悲心去帮助众生，而在圣义谛上我们帮了还可以当没帮，这种境界我们凡夫做得到吗？佛陀说你一定能做到。为什么？就是我们把心中的般若，把我们众生内心本具的那种能够打破无明亲证真实的能力调动起来。当把般若调动起来以后，我们就能够做到帮了众生还可以当没帮，在空上帮众生，淡化消融我们心中的我。佛陀说你一定能做到。当做到这一点的时候，这就是大乘佛法给我们指引的修行的法门，就是在般若的统摄下去布施。这就是出世间法的布施，无漏的布施，大乘佛法所倡导的布施。